Hello， 好久不见，老工程师今天想要快速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搭建一个 RabbitMQ Cluster 的服务。那这个 MQ 呢，它就是所谓的 Message Queue。今天呢，我不会特别去讲到这个技术的细节，这个可能就留待下一集再跟大家做介绍。简单来说呢，在微服务和容器化当道的现在，我们可以透过 Message Queue 的特性来解耦各服务间的业务流程。比方说在金融业，我们会有核心系统以及非常多的周边系统。那这么多系统呢，它都会产生相关的 log 资讯。如果我们想要集中的去收容这些资讯呢，就可以透过 Message Queue 这样子的技术来达到。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系统的可靠性以及可扩展性。那 Message Queue 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保证讯息的送达，也就是 deliver， 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讯息的接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好，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要如何搭建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好，在我们开始搭建之前呢，还有一些前置的事项要准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 RabbitMQ 的主程式。老工程师这边呢，有一点技术债的问题，我今天必须要将 RabbitMQ 安装在 RHEL 7.6 这个版本的作业系统上。坦白讲有一点旧了，所以相应的 RabbitMQ 呢也会选择稍微旧一点的版本。今天会使用到的是 3.9.16 版。我们往下看，在 Assert 这边呢，我们会看到有 3.9.16 的 EL7 这个 RPM 套件包可以去做下载。好，那 RabbitMQ 呢还有一个相依存的套件，这个套件叫做 Erlang。那 Erlang 呢，它也会有对应的版本要去做下载。那这个对应的版本呢，我们可以在 RabbitMQ 的官网上面去做查询。它这边呢会告诉你每一个 RabbitMQ 的版本，它对应到可以使用的 Erlang 的版本是多少。OK， 那老工程师今天已经先做好功课了。我们今天可以使用的 Erlang 它的版本是 23.3.4.11 这一版。那一样在下面的 Assert 这边呢，我们可以找到 EL7 的安装包，那我们一样进行下载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一个套件，这个套件叫做 SOCAT。那这个套件呢，我们可以在 Red Hat 官网上面呢去进行 RPM 安装包的下载。相关的下载连结，老工程师都会放在影片的资讯说明栏下面，大家不用担心。完成下载之后，我们只需要透过像是 FileZilla 这一类的 FTP 软体，将这一些套件包上传至我们准备好的 VM。我这边是放在根目录 temp 下面建立一个 RabbitMQ 0405的资料夹。上传上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准备进行安装。今天我们准备搭建的 RabbitMQ 是一个 Cluster 重集式的服务，所以老工程师这边呢 VM 环境准备了3台。我们 PuTTY 连线进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准备先把这3台的 RabbitMQ 进行一个安装的动作。那首先呢，我们先把 SOCAT 给装起来。好，那我们先 CD 到我们刚刚的目录，然后我们 LL 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上传的安装包。那输入指令，我们就可以进行 SOCAT 的安装。好，已经完成安装。那我们再来呢，就安装我们的 Erlang。好，很快速，一样安全安装。最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 RabbitMQ 给装起来。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验证我们的 Erlang 是不是顺利的安装。我们输入指令。好，我们这边的确看到我们的 Erlang 的 Shell 这边有告诉我们它的版本。
那就代表安装正常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先退出。那再来呢，我们要启动 RabbitMQ 的服务。完成启动之后呢，我们要再把它挂载到我们 OS 上面的 Service。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验证一下我们的 RabbitMQ 呢是否正常的启动。好，这边我们看到它的 Active 告诉我们是 Active Running， 就代表它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正常的在执行中。那我们也可以在下一个指令去查询我们的 RabbitMQ 的版本。好，我们指令下去了之后，看到的确是 3.9.16 版，就是我们安装的版本，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RabbitMQ 它的后台管理界面的功能给 enable 起来。OK， 这边我们的后台管理界面已经 enable 了。那我们要新增一个 admin 的 user， 这里要输入它的密码。好，再来是我们要将这一个账号指派给一个角色。我们就把它指派成 Administrator， 最后再赋予它一个权限。好，那我们在后台管理界面，它预设会有一个 Guest 的使用者账号，那我们就把它删掉，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 Admin 的 User。删除掉之后，我们最后可以透过 list user 的指令来确认一下目前后台的使用者账号。那我们看到呢，的确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admin 的账号。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后台的管理界面呢去做浏览。好。这边我们就看到，我们输入刚刚我们建立的 admin 账号密码。OK， 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RabbitMQ 的 Overview 总览的页面。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是在 MQ Master 这一台呢完成了安装。那我现在点进来这边的 Overview 呢，大家确认一下哦，我们目前的都是预设安装，所以在 Config File 这边啊，你可以看到它是空白的，这边是空白的。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建立一个 Cluster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进行相关的一个主态设定，到时候这边呢，它就不会是空白的，我们就会给它一个指定的 Config File。OK， 那我们就先登出。好，那接下来的第2台跟第3台呢，我们都是一样的操作。好，第2台也完成，我们一样就到它的后台界面这边登入试试看。OK， 这边也一样正常可以登入。我们点进去 Overview 里面看，一样 Config File
目前预设安装都是空的。接下来进行第3台。好，一样确认一下我们第3台的后台管理界面。OK， 我们在 Overview 这边也一样确认一下 ，Config file 是空的。好。那看起来我们这3台呢都顺利完成了 RabbitMQ 的预设安装。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进行 Cluster 的建制。Cluster 的建制呢，首先呢，我们会需要新增一个 RabbitMQ 的 config 设定档。在这个设定档里面呢，我们会将 Proxy Protocol 这个项目呢设定为 True， 把它启用。每一台呢，我们都要进行这样子的设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 RabbitMQ 的服务呢做一个停用。Service 也一样先停止。好，然后我们要先搜寻一下我们这个 RabbitMQ 的Default 的设定档，它的位置在哪边？好，我们搜寻到了它的位置有2个，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只需要先针对 bin 下面的这一个设定档去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 vi 的指令进去调整在 bin 下面的这一个 default。好。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新增2个设定。我们把它加在 boot module 的后面。那这2个设定呢，是告诉它的 config file， 它应该指向的位置是去哪边找。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在这个位置下面去新增相关的 config file。那我们就储存退出。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确认一下它的 config 呢是不是有更新了。我们 cat 来看一下。那我们 cat 的确看到它有更新。那我们刚刚还有一个 sbin 目录下的设定，我们也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同步更新了。我们看一下sbin 目录下面的这个 default 设定档。好，我们会发现它也同步更新了，那这样就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新增我们刚刚要设定的这个 RabbitMQ 的 config file。那这个 config file 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官方它提供的一个设定档的范本。官方是把这个范本放在GitHub 上面。OK，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RabbitMQ 的 conf example 这个 file。那这里面呢，洋洋洒洒的设定呢，都是官方提供的范本。那我们可以开启我们需要的部分。好，那我们就简单直接去复制。内容复制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接着进行操作。首先，我们先 cd 到我们刚刚设定好的目录。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录它下面原本有哪些东西。
那看起来只有一个 folder。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新增我们的 RabbitMQ config。这里呢，我们直接insert，然后把刚刚的内容贴进来。OK， 然后我们就直接搜寻这个设定档的内容，直接找到我们的 Proxy Protocol 这个项目。OK， 那我们就把它的 mark 拿掉。那它预设是 false， 我们这边要把它改成 true， 把它启用。好，之所以要启用 Proxy Protocol 这个项目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建立的是一个 RabbitMQ Cluster 重集式的服务，所以我们不应该单连其中的某一台，而是应该透过像是 Virtual IP、VIP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去进行连线。在连线的同时呢，我们还必须要在 Header 里面带入 Proxy Protocol Header 的资讯呢，来帮助 RabbitMQ 去进行识别。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也一并顺便进行更改。我们这边的话，也一样是先进行关键字的搜寻。好，那这里有一个设定，它是 memory 的设定。那通常在 production 的环境，我们可能会把这一个 memory 的 relative 的数值设定的高一点。我们这边就设定成 0.7。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设定，我们一样是搜寻一下。好，这边还有一个 disk free， 那我们要把这个设定，它目前设定的是 2.0， 那我们把它调成 1.5。好，都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存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新增一个 RabbitMQ 的 env 的 config 档。然后内容很简单，我们只要告诉他我们设定档的位置就好了。设定完成之后呢，就一样储存退出。好，都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暂停的服务呢，再重新进行启动。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查看我们启动服务的 log， 然后来观察一下是不是有顺利的载入我们的 config file。好，那我们这边往上找一下它刚刚启动的资讯。OK， 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刚刚启动的资讯，它在 config files 这边呢，的确就有抓到我们的 RabbitMQ config file。那我们接下来再确认一下我们的 Proxy Protocol 呢，是不是有顺利的被启用？好，我们这边要往上找一点。OK， 这里我们有找到 Proxy Protocol， 然后是 True， 就代表它顺利的有被启用。好，那接下来呢，每一台
都是一样的设定。那到这边为止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设定。在建立 Enqueue Cluster 的时候呢，最常遇见的问题就是，主机之间它的连线，还有它的 domain 可能认不到，所以会导致呢，它再去加入 Cluster 的时候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第二步呢，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 host file， 还有一个 resolve file。让我们的主机呢彼此之间呢是可以拼得到的，是可以认得到 domain 的。好，这就是我们第二步的设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去针对我们的 host file 去做调整。好，进来 host file 之后呢，我们要新增以下的设定。那这边设定的 IP 位置呢，基本上要看你们自己的 VM 环境所设定好的 IP 位置是什么，要自己去做对应的调整。完成之后，我们一样是储存退出。好，再来是要设定我们的 resolve。好，那一样，这边设定的位置呢，也是看你们的环境，自己去做对应的调整。一样设定好之后，储存退出。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指令，然后来做 pin 的验证。那我现在这台是在Enqueue Master， 所以呢，我就拼拼看我们的 Node 01跟 Node 02。OK， 这边都拼得到，没有问题。那接下来的2台呢，也都是相同的操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进入到第3步的设定。
第3步的设定呢，是我们会将OS 系统它针对档案的最大开启数，把它去做一个扩大的调整，让它在效能上呢不会受到限制。好，我们加在这个 add student 之后，那我们这边就告诉他说 RabbitMQ 这个服务呢，它的 file 可以最大开启65535，一样设定完成之后就储存离开。好，剩下2台也都是相同的设定。好，那完成这些 config file 的调整之后呢，我们最好是进行一次 reboot 的动作，让这些设定呢可以生效。在完成 reboot 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些验证。完成 reboot 系统重启之后呢，我们再确认一下我们刚刚的设定。好，这边看到呢，我们刚刚开启的档案数量的确是设定成65535，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resolve 的设定。好 ，enquvest 的确是0.25。那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node 1， 的确是点0.26。好，我们再确认一下 Node 2， 好，的确是0.27。那 IP 的部分呢，都确认我们刚刚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剩下的2台我们一样也确认一下。好。那到这边为止，我们确认都没有问题。那再来下一个步骤呢？是防火墙的设定。我们在设定之前呢，可以先确认一下这个步骤需不需要跳过。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FirewallD 这个服务，它目前的状态有没有启用。OK， 好，它现在的状态是 inactive， 所以我们目前 Linux 系统上面的防火墙是没有启用的。那代表说呢，我们的防火墙的开通呢，可以先跳过。那当然，如果你的环境是有一个实体防火墙挡在外面的话，那你还是要把你的实体防火墙的这个 POL 给做一个开通的动作。那我们开 POL 的部分呢，就可以先把它跳过，但是相关的开 POL 的语法，老工程师这边还是一样会把它放到 GitHub 上面，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步。下一步的话呢是，我们要把这一个 Erlang 它的一个 cookie 的设定档，把它同步到我们的 Node 1跟 Node 2这2台上面。也就是说，这3台呢要去组成一个 cluster， 它必须要使用一个相同的 Erlang 的一个 cookie 的设定。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 enqumaster 它的 Erlang 的 cookie， 把它同步到 Node 1跟 Node 2这2台上面。那我们在同步之前呢，必须要先把 Node 1跟 Node 2上面的 RabbitMQ 相关的服务给停掉。好，那我们就先切换过去，一样先把服务做一个停用。
好，确认一下，服务都已经停用了。那服务都已经停用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同步我们的 Erlang Cookie。我们透过 SCP 的指令，直接把 Cookie 档给同步过去。好，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同步。接下来呢，我们要确认一下。我们就透过 cat 的指令呢，去确认一下我们这个 Erlang 它的一个设定档的内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设定档的内容。我们就直接记为码好了 ，TWOMO。好，那我们就在另外2台上面也确认一下。好，一样是 TWOMO。没同步到，回来确认一下哦。No01，好的，2个语法弄错，再一次。好，你再确认一次。OK，TWOMO。那这样子的话，我们3台的 Erlang 的 Cookie 呢都同步了，都使用同一组设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我们的服务再次的启动。好，服务完成重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要加入 Enqueue Cluster。我们今天准备了3个 VM 的虚拟环境，第一台是 Enqueue Master， 第2台是 Enqueue Node 1， 第3台是 Enqueue Node 2。我们今天会使用 Master 这一台呢当做主，那换句话说呢，Node 1跟 Node 2它都是要加入到 Master 这一个 Cluster 里面。OK。那我们就先切换到 Node 1。好，那我们在加入 Cluster 之前呢，一样是要先把服务给停掉。好，停掉之后呢，我们再输入指令，告诉他我们要 Join Cluster。那 Join 谁呢？是要 Join 到我们的 Enqueue Master 这一台。OK， 这样子就完成。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 Enqueue 的服务给起起来。好 ，Node 2也一样是这样子做。先把服务停掉。然后一样加入到 Enqueue Master。OK， 最后将服务启动。
好，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确认一下我们的 cluster 的状态。那这个状态的确认呢，在3台里面随便一台去做都可以。我们就回到 master 这边。好 ，master 这里就直接输入指令，我们要看 cluster 的 status， 往上找 running nodes。好，这边的确有看到有 enqueue master、enqueue node 1、enqueue node 2这3个 nodes。我们也可以接着到 Web 后台的管理界面来确认一下。好，那我们看到 Nodes 这边也的确是3个 Master、Node 1、Node 2。那我们进 Master 确认一下内容，在 Config File 的部分也的确长出来了 RabbitEnqueueConf。好，另外2台我们一样登录确认一下，一样有3个 Node。我们进 Node 1来看 ，Config File 这边也有 RabbitEnqueueConf。到第3台来确认 ，OK， 一样是3个 Node。我们这次进 Node 2 ，Config File 这边也一样有 RabbitEnqueueConf。OK， 那到这边为止呢，我们的 RabbitEnqueue Cluster 的建制呢就已经完成。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个 Virtual IP， 然后来去跟我们的 Enqueue Cluster 去做沟通。那同时呢，在 Header 也要加入一个 Proxy Protocol 的通讯的资讯。OK。那像老工程师这边的话，我们的防火墙是使用 WAF、F5 的 WAF。那在 WAF 这边呢，我们可以透过加入一个 iRule， 那这个 iRule 呢，就会让 WAF 呢将这个 VIP 里面呢带入一个 Proxy Header 的资讯。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正常的来跟我们的 Enqueue Cluster 去做资讯上的串接和沟通。OK。那相关的资讯，老工程师都一样会把它放到 Git 上面，所以呢，大家都不用担心。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谢谢。